菜很难吃啊，不是。没落开啊！哎呀，在这吃饭呢，撑死！不是我怎么没吃着好吃的呢？都不好吃。下不去。一会儿给我买瓶可乐啊。好，王行长，坐。吴书记。你看，这种事儿啊。最近农行的情况怎么样？还是不太好。还是存款额上不去。对了，前2天我那同学又来了，说资金暂时周转不开，想在咱们这儿贷100万，周转10天。贷给他了吗？没有。贷款制度规定，既没有抵押也没有担保的情况下，必须由一把手特批。可我们一把手出差了。人家既然是来南高投资的，遇到点暂时的困难，能帮的还是要帮一帮。你说呢？那好，我再跟他联系一下。于律师，还生你的气呀？怎么挽回呢？要不我给他写封信，向他解释解释，你看这样行吗？哦，不用不用，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没事儿。你给我拿来！你再这么喝，会喝死的。喝死，喝死也比戴绿帽子强。你告诉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你知道了对你有什么好处？我非要知道。我不会告诉你的。那我就去了这个野种！躲开！杀人了！救命啊！杀人了！救命啊！杀人了！喂，哪位？刘县长，我是肖国璋。肖局长。是这样，我想了好久了，最后还是决定当面跟你谈谈。老肖啊，我也觉着，我们是应该好好谈谈了。那好吧，那我们找个地方。好，你说在哪儿？我马上过去。我已经找好了。在哪儿？鹤溪亭，这里安全宁静，没有人打扰。啊，你定个时间，咱们一块儿过去。我已经在这儿了。好吧，我马上过去，你等我。
自己开车来的。这样谈话不是更方便些吗？刘县长，小哥，还是喊我阿超吧。你给我父亲做秘书的时候，我还在读书，那时候你不就喊我阿超吗？好，阿超啊，今天我特意把你叫到这儿来，想要说什么，你心里已经清楚了吧？我清楚。打算怎么办？听肖哥的。好，我已经思前想后的，反复替你考虑了。前2天魏德礼还找我大谈了一番什么知恩图报的大道理，哼，这还用他说？我要是连这点事都弄不明白，不是白活这么大岁数了吗？问题在于，事到如今，怎么才是最佳的选择？我掂量过来，掂量过去，觉得只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主动自首。不错，是死了一个人，但是不是由你直接原因造成的。200万的问题，当时的主观愿望是挪用，后来由于股市行情的变化而未能按时归还。这同一般意义上的贪污也有所区别。再加上能够主动的承认错误，弄好了，连党籍都能保住。保留党籍还有什么用吗？阿超啊，你还年轻啊，凭你的聪明能干，过几年照样可以东山再起嘛。小哥，你觉得这一切还有可能吗？你要这么说啊，当初那钱你就不应该拿。这世界上要是有卖后悔药的，那还说什么？问题在于，不是走到这一步没有办法了吗？按肖哥的意思，这是唯一的出路了。你自己考虑吧。这么说我的事儿，你还没有跟吴书记说？他要是全知道了，那你还算什么自首啊？到目前为止，你的一切问题都还在我办公室的公文包里。不过，这个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为什么？今天星期5，星期1上班，吴书记就要到屯溪制药厂去听汇报。这么说，只剩下明后2天的时间了。这是吴书记给我们规定的最后期限了。阿超啊，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好吧，肖哥，让我再好好想想。哎，这么做不就对了吗？肖局长，我跟他直截了当的谈谈，从我们过去的关系到他目前的处境，一直到他以下应该选择的出路都谈了。他怎么说？决定自首。他是个聪明人，我一分析啊，他就明白了，这是他最好的出路。他一旦迈出这一步，处境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线之长，今后什么都不是了。他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容易呀。你要理解他，千万不能因为这事儿离开他。我知道，毕竟我们夫妻一场。现在老爷子有这个状况，我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离了，那不是要了他的命吗？就是看在老爷子的份上，我也不会这么做的。那好，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呐，在困难的时候，最需要别人的理解和支持，特
特别是家庭的支持，爱人的支持。这个我懂。当年我爸在牛棚里，有好几次想上吊自杀，可是一想到外面有老婆孩子，就挺过来了。再说，这件事对我们夫妻关系来说，也许还是件好事。这些年我们俩一直磕磕绊绊的，总觉着他戴着一个面具，让人琢磨不透。现在他真的迈出这一步，也许对我们夫妻关系来说，我们会变得更靠近、更真实呢。对对。哎呀，刘超这辈子娶了你呀，真是他最大的福气。哎，星期一早上他们就去屯溪听汇报。什么？去屯溪的路上？路上也行。哎，局长，文件在公文包里。什么公文包啊？没事儿，我的一个文件袋落在车上了，让魏德礼帮我收一下。怎么？你决定了？什么？我是说，你不用事事总逼着我。陈平，我没弄懂，你是什么意思？刘超，肖局长已经把你的决定告诉我了。你放心，我支持你的。支持就好。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你真这么想吗？刘超，我有一个要求。什么？从今往后，我们之间能不能坦诚一点？我又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呀，又装傻。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能不能像周围的那些正常夫妻一样，彼此之间无话不谈呢？哪怕是吵架拌嘴，那至少是一种真实啊。你是说我们两个之间不正常、不真实是吗？你觉得呢？我承认，以前我对你是不太了解。可是自从我们两个结婚之后，我就努力让我们两个走到一起来。我也发现你身上有很多优点，比如你工作上认真负责，爱整洁爱干净，这都是我喜欢的。我呢，也努力的做一个好妻子。刘超，不管怎么说，我们两个是夫妻。如果你连自己的妻子都不相信，你还会相信谁呢？你这样活着，是不是太累了？刘超，告诉我。
啊，肖局长，我的司机呢？啊，你坐前面吧。不，我坐后面吧。好，请吧。今天的雾怎么这么大？可不，最多能看3米。哎，别往那边靠啊，再靠就掉下去了。这路一下雾还真悬。哎，肖局长怎么去屯溪的？哦，魏主任安排的，跟他一块儿去。肖局长把材料带上了吗？我提醒他了，他说放心，他的公文包从不离身，小心前面有车啊。别一惊一乍的，弄得人神经紧张。哼，我得对自己生命负责任。哎，赵主任啊，知道当初我让你当调查组组长，你却给我推荐了肖国璋，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吗？怎么想？我想您真是个滑头。那现在呢？现在，我倒觉得你给我推荐的人还不错，认真不徇私情。不过我仍然认为你当初是耍了滑头，承认不承认？耍没耍滑头没关系，关键是推荐的人不错就行了。那倒是，案情进展得这么快，跟肖局长的努力分不开。哎，小心点啊！怎么办？他们下午就要汇总了，抓得真紧呐！该调查的他们都调查了，该掌握的他们也掌握了，只有几个人往那儿一坐，这事儿就算定了。阿宝，难道咱们就这样戴上手铐啊？刘县长阿里到底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好了要想办法吗？谁知道啊？这官儿越来越大，这心里啊越难琢磨。不过这件事儿我已经想好了，到时候只好往他们身上推了。往他们身上推？咱们有言在先啊，不能怪我们不仗义。王镇长，昨晚前屯出了件案子。什么事儿啊？一个女人把丈夫打成了重伤。真的？村里人说她有了第三者才谋害亲夫。是吗？宗族私立公堂，还说要游街呢。这样下去，事情会闹大的。谋害亲夫？这前屯哪个我不认识？叫什么名字？叫田菊。哦，她丈夫叫高二力。哦，那谁是第三者？说点细节。说点细节。哎呀，行了，他游不游是他老高家内部的事，你管他干什么？你吃饱撑的。这要紧的事还没说完呢。好了，你去吧，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嘿，我跟你说呀，高阿婆说了，二义是不会生育的。这个孙子媳妇肚子里的是野种。这个贼妮子像当年的潘金莲，肯定谋害亲夫。可怜二力，一个老实后生，躺在医院里，现在也没有开声。你说这田菊怀了野种，那野男人是谁呀？田菊供了没有啊？这贼妮子她一声不吭。供不供都一样，按族规怎么处置吧。旧社会有旧社会的处理方法，新社会行不通了，我看还是交政府处理吧。你们说是不是啊？交政府做什么？这是我们族里自己的事情。再说，政府也够忙的了，也管不了那么多。老大，你就说怎么按族规来吧。绑起来游街，警告那些嫁到屯溪来的女人，一定要老老实实，
一定要安分守己。对，告诉那些外来人，想给屯溪的男人戴绿帽子，那是绝对不可以的，不可以，绝对不行，不行，对呀，绑起来，游街。对，游街，对。哎，去看看，这是田菊谋害亲父，游街示众了啊！哎，快去看看！田菊呀，走吧，走。大家听着，组长要说话了。大家看着，这是个坏女人，是个贱女人。她在村里找了一个野男人，又把丈夫打坏了。村里人气不过，今天把她拉出去游街，把她拉出去游街。游街！这是干什么？游街！这个女人叫田菊，是个荡妇。不管她犯了多大的罪，她肚子里的孩子总没罪嘛。你们这么折磨她，她会受伤的。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这样？把人赶快给我放了！不行，我是组长，这里我说了算数。这是县委新来的吴书记，赶快把人放了！听见没有？把人赶快放了！你要干什么？哎，不能放啊！这是二弟啊！哎，这不二弟吗？二弟，你不活着呢吧？啊，好好的吧？没事啊，咱这事儿闹了啊！你看二弟准来点的，谁说他啊？你看回家了，就回家了。咱这是到底咋了？这是胡了八图啊！这到底怎么了？今后凡是私设公堂的，一律要受到法律制裁，懂不懂？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回家了，别看热闹了，散了吧，走了走了。小二，走了。哎呦，吴书记，马镇长，哎，发生在你鼻子底下的事，你为什么不管？没哦，张主任，没发生什么事儿啊。把一个妇女绑起来游街，不管她是不是犯了法，这种在旧社会、在文革的时候才会有的事，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屯溪镇里发生，这事你不知道？哎呦，吴书记，还是您认识有高度啊！你看，我这不出来制止了吗？今天来是为了别的事，李厂长，哎，你要配合，配合，一定配合。哎，什么事啊？先到制药厂再说。喂，对，吴书记在这儿。什么？肖局长？好，明白了。好，知道了。邱局长出车祸了，伤得很重，正在抢救。去医院，回头再来找你吧。他们是不是杀人了？胡说八道！你看，谁像杀人犯呢？刚才你没听见电话里说的吗？是车祸，车祸啊！哦，对，是车祸。车祸啊！
这边啊，谢谢啊。是在哪儿啊？啊，要不挂号过去，你先去挂个号。好的，好的，我先去，走吧。这边划价吧。太意外了，可能是今天雾太大的缘故。司机怎么样？魏主任在隔壁房间。他开的车？去看看。过几天就好了。小心点啊！来，慢点儿，注意要少活动。吴书记，通过对现场的初步勘查，确定不是翻车，而是撞在隧道墙上了。我们发现的时候，肖局长已经生命垂危，虽然经过一番抢救，但还是没能救活。魏主任的伤势也这么严重吗？魏主任的伤不算重，血压、心率都基本正常，可能是脑部神经受了一些影响，估计很快就会恢复。韩局长，你说这车祸跟大雾有关系吗？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但必须得做进一步调查，才能得出结论。赵主任，你怎么看？这跟大雾毫无关系，这不是一次偶然的车祸。为什么？他出发的时候，我跟他通过电话，特意提醒过他带上有关材料，尤其是那份至关重要的材料。肖局长的公文包还在吗？公文包还在，我刚才看过了，里边没有那份至关重要的材料，只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你是说那份材料，在出事之后到韩局长他们赶到之前已经被人拿走了？只能这么解释。会是谁呢？事情发生的时候，李兴宝和毛振富都跟我们在一起，不可能是这两个人。这么说另有其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杀人总得有动机啊！为了掩盖那400-500万，这笔钱足以使他们一垮到底，走上审判庭。对我们今天的日程了如指掌。你说他们会是谁？我说了，你信吗？不信我问你干什么？你说过我对他们有偏见。如果真像你预料的那样，从今天开始，我得重新认识他们了。这样的铤而走险，绝不是简单的地方保护问题。中央曾三令五申的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可为什么一直屡禁不止？一是因为地方财政确实有困难，
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保证地方财政，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和地方官员的腐败连在一起。这才是为什么地方保护主义屡禁不止的真正根源。所谓保护地方利益，只不过是个幌子，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屯溪制药厂的事，绝不能搁浅。那份材料原来是我手上最有力的证据，可现在已经丢失了。调查组的工作一定得继续下去。我来接替肖局长，担任调查组组长。不，让我来吧。为什么？因为我是南高人，比你更了解情况。哎，你不早就想让我担任这个角色吗？为了这个事儿啊，你还说我滑头了，你忘了？可当时你并没有答应啊。是啊，我当时确实有顾虑，我害怕因为我的介入而伤害陈平的感情。那现在呢？肖局长的死，使我不能再瞻前顾后了。调查组长官不大，可危险不小。是啊，所以开始，我现在正式请求，让我来担任吧。万一我发生不测，你还可以继续调查下去。可是你出了意外，那调查工作就只能够终止了。赵主任，你这个人并不坏呀，这个节骨眼儿跟我抢这个乌纱帽，那还不是受了你的影响？又恭维我？不是恭维，开始是不想跟你起哄，你待不长，跟你哄得里外不是，你一拍屁股走了，我怎么办？可我现在也没说要在南高待一辈子。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上面一指令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得卷铺盖卷走人，浑身不由己啊！是啊，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你作为一个外乡人，能为南高的事这么上心，这么认真，冒着生命危险都去干，我作为一个南高人，能站在旁边看热闹吗？这样就太没有人情味了。好，我现在就任命你为调查组组长。哦，对了，既然担任这个职务，就得有自我保护意识。你要是成了第二个肖局长，那我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放心吧。我只让你拿到文件，你干嘛把他杀了？不要他的命，那份材料能拿到手吗？给他放了迷魂药的饮料，他死也不喝；替他拿了公文包，他也不撒手，连撒尿的功夫他都不放。你叫我怎么办？你他妈净坏我的事！吴书记，该通知的都通知到了。好。吴书记，我今天来拿一下结论。今天的结论暂时出不来。哎，不是说好了今天来拿结论的吗？周厂长，今天有特殊情况。等等，你们总是说有特殊情况。上一次是肖局长送老书记看病去了，今天呢，他人呢？又是送谁看病去了？肖局长今天出了车祸，人死了。不过你放心，赵亮同志会接替肖局长担任调查组组长。我现在要去开会。怎么可能？是真的，是在去屯溪制药厂的路上发生的。从目前看是车祸，我们要进一步的取证和调查。你是说可能是？周厂长，你只知道你的制药厂，却不知道这里斗争的复杂。
今天本来可以拿到结论的。我和吴书记已经到了屯溪，当时高姓族人正用绳子绑着一个叫田菊的女人游街。什么？他们绑着她游街？是啊。为什么？听说她的男人不会生育，就跟另外的男人私通，结果怀了孕，又不肯说出那个男人的姓名。我们已经制止了这起非法行为，就接到家里电话，说肖局长牺牲了。周市长，你怎么了？不舒服吗？没事。啊，来，坐一会儿，来休息一下。赵主任，你开会去吧，我在这歇一会儿。那好。哎，赵主任，还有事吗？你千万注意安全。都到齐了，开会吧。肖国璋同志为了这个案子不幸牺牲了。下面由赵亮同志继任调查组组长。由于案子的性质起了变化，我们调查组又多了一位同志，公安局的韩局长。我就说这么多，下面由赵亮同志主持会议。同志们，在着手正式调查工作之前，我先宣布几条纪律。大家都知道，我们南高是个小县，人事关系盘根错节。如果想要在我们当中找出几个和当事人一点都扯不上边的人进调查组，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寄希望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的党性。那就是说，调查组里研究讨论的任何事，一律不准外传，包括我们的家里人。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位好同志了。如果我们以后再稍有不慎的话，还会造成新的牺牲。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下面我就把案情简单的分析一下。目前这个案子有几处疑点：一是汽车是迎面撞上隧道墙的，可是奇怪的是，在前头开车的人没有死，在后头坐车的反而死了。经过法医鉴定，肖局长的死是由于头部的2处硬伤所导致的。目前已经查明，他前额上的伤是由于汽车的惯性，在撞击的一刹那向前冲去，撞在前头的靠背上所造成的。可现在的问题是，他的脑后还有1处伤，而且是致命的。这处伤到底是怎么来的？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再有，这里请同志们注意，那就是肖局长公文包里的材料下落不明。材料？对，就是肖局长没敢往屯溪制药厂财务室里放的那份材料。怎么，你见过这份材料？没有。陈平，肖局长临出事之前跟你私下说没说过案情？我是他的组员，他跟我交流案情进展情况是常有的事儿。那你听了之后，在私下讲过没有？你什么意思？具体的说，就是你回家以后跟刘县长讲过没有？怎么，你怀疑肖局长的死跟刘超有关系？目前还只是一种推测。
推测。赵亮，我原来一直以为你是个堂堂正正的男人，没想到你也这么小肚鸡肠，公报私仇。我知道你对刘超有看法。刘超他是一县之长，你说他杀人，亏你还想得出啊！陈平。